他白天在学校被同学霸凌， 야이 개새끼야. 回到家还得挨父亲那套中式教育的数落，那种压抑到极点的氛围，让他每晚必须发疯似的掐住自己脖子，一直掐到大脑缺氧才能睡得着觉。就连他唯一心爱的随身听，就在这天被校霸一脚踹翻在地上。看着那几个人还在嘻嘻哈哈打闹，他头一回做出了反击。笑疑惑的左右看了看，才确定刚才那句话是对自己说的，感觉面子挂不住了，立马变了脸色。 不光这样，他还一把抢过金逸谦的耳机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随身听狠狠摔在地上， 내가 중요한 거라고 했지. 还故意用脚踩了上去，嘴里不停吐着难听的话，又伸手在他脑门上来回挑衅。 쪼라고. 어? 아유. 这一拳打出去之后，周围安静的连针掉地上都能听见，在众人面前丢了脸，这是他绝对忍不了的。助跑之后一记飞踹，被踹倒的金逸谦也打出了火气。他的反击虽然猛而且快，但动作还有些生疏，出也没什么套路。好在他长期被欺负的经历，让他练出了超强的抗揍能力，不但在第一次交手中占了上风，还直接把对方举了起来，狠狠砸向对面。 摔倒之后，金逸谦翻身压了上去，双手死死掐住校霸的脖子，想把这些年受的委屈全发泄在他身上。 1대1인데 끼어들면 안 되지. 너 뭐야 이 새끼야. 나 심판. 随着手上的力气越来越大，崔红一喘气越来越费劲。与此同时，金逸谦的眼神也变得越来越狠，直到他恍惚中看到了自己的脸，才反应过来松开了双手。他弯腰捡起随身听，可崔红一恼羞成怒，抄起凳子就朝他砸了过去。金逸谦侧身躲开，紧接着就是一记重拳抡了过去。 啊，是关中王来了。之前两人动手的时候，江允基一直在旁边观察，发现这个从来没打过架的人，能在短短交手中吸取教训，还能灵活的用出来。这个金逸谦在这方面的天赋相当厉害，只不过他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，对这番话根本没当回事。但随后江允基最后那段话，却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。 너희는 어떻게 싸울 거냐고. 야 내가 왜 싸워. 之前挨打的崔红一倒不算什么大事，可他那个兄弟练过几年拳击，而且特别护短，这件事恐怕没那么容易了结，所以两人交手只是早晚的事。起初他也没放在心上，直到坐在公交车上，脑子里不自觉地浮现出自己怎么暴打对方的画面，一幕幕紧张刺激的对决，让身体分泌的多巴胺带给他前所未有的快感，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，他已经慢慢喜欢上这种感觉。等回过神来，才发现自己坐过了站。 同时还差点错过了补习班的考试，没想到表面上是年级第一的他，复习完回到家还得在父亲监督下继续加练，只要出现一道错题，父亲就不由分说的开始数落。正是这种持续了几十年的打压式教育，让他性格极度内向，不愿意跟人打交道，但现实往往会推着他往前走。早在金逸谦转学来的第一天，他就被人盯上了。崔红一带着几个人在路口截住他，二话不说抢过他的钱包，很自然的掏走里面所有的钱，还顺便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要求他随叫随到。 내가 톡하면 10초 안에 확인하고 대답하겠다. 그게 내가 학원에 있을 때랑 집에 와서 공부할 때는 핸드폰을 볼 수가 없어. 10초 안에 답 안 오면 일주일 안 되씩. 可就在所有人都认定他不过是下一个被欺负的对象时，只有坐在后排的金圣俊看出了他跟别人不太一样。 너 별로 안 무서워하는 것 같은데. 一味的忍让换来的只是更猖狂的变本加厉。他只是去补习班时没能及时回消息，就被崔弘毅狠狠收拾了一顿。之后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但也正是因为这次反抗，让他在这个学校再也过不上安稳日子。这个人就是崔弘毅找来的帮手，同时也是高一届的老大金圣俊。之前打了自己兄弟，就等于打了他的脸。 네가 홍준이한테 기억이 있나? 어제 일은 아까 사과했어. 그리고 네 친구가 먼저 배워. 再看他的眼神，会发现跟第一次挨打时完全不一样了。此刻愤怒的目光里还带着一丝兴奋，可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霸凌的目标会是自己。 내가 왜? 그럼
마지막이다. 这毫无来由的动手，让他气得往前迈了一步，本能的把拳头攥得更紧了一些。眼看就要打起来的冲突被老师及时打断了。作为这帮问题学生的班主任，他很清楚肯定又是金生俊在搞事，于是先让江允基带金1000去处理伤口。 전학온 애를 때리면 어떡하냐 이 꼴통 새끼야. 正因为老师的解围，让金圣俊受的委屈全算在了金1000头上。等他回到教室，发现书包被人翻过，又看了看抽屉，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崔弘毅打来的，随身听果然被他拿走了。两人约好了见面地点，他疯了似的冲出学校，却被江允基突然拦了下来。因为江允基知道接下来这一架决定他能不能在学校待下去，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恢复体力。 뛰지마. 너 힘 빠지면 개털려. 他咽了咽口水，努力让自己的心跳慢下来，把身体调整到最好的状态。 이걸 건드리면 완전히 돌아버린다는 거지. 이 눈깔이 완전히 마탱이 가버린다니까. 완전히 미친 새끼야 그 새끼. 머리 끄댕이 잡고 목 조르고 이빨로 물어 뜯을 수도 있고. 조심해라. 他之所以这么在意，是因为那盘磁带是哥哥在世时留给他的遗物，对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，所以他本来想用最温和的方式解决，可没想到事情还是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。 나랑 한 판에서 이기면 내가 왜 싸워야 돼? 가방 보자. 싸우기 싫다고 했다. 一个只想着专心读书的透明人和逆来顺受的乖学生，却成了他们死咬不放的霸凌对象。实在忍无可忍之下，他奋起反击。 甩下书包，彻底宣战。可每次进攻都被对方灵活地躲开，而且对方总在最合适的时机出手。他自己的每次攻击，对方好像都能提前判断出路线并躲掉，拳头挥出去就像打在棉花上，力气根本使不上，反倒让自己成了活靶子，连着2拳打在脸上，普通人根本扛不住。但金1000好像越挨打越来劲，竟然奇迹般的又爬了起来。 어디 올려? 连续的重拳都没能把他打倒，他只是用手背擦了擦鼻子下面的血，就又站了起来。那个眼神仿佛在说，这场架才刚刚开始。现在看来，他并不是光顾着挨打，而是在观察对方的出拳时机。 이정민. 这次虽然勉强抬手挡了一下，但还是没能防住攻击。 뭐가 문제지? 길게. 经过前3次的试探，他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。 타이밍이다. 对方每次出拳都会先做个假动作，再抬手挡他的攻击，最后才是真正发力的一拳。 그럼 속인다. 됐다。虽然已经看穿了对方的套路，但只要对方换一下出拳节奏，他还是防不住，一直这么被动挨打下场只会是输，必须得想办法破局。他突然想起江允基之前跟他说过的话 펀치거리에 서면 너 박살난다. 무조건 붙어. 그리고 같이 뒹굴어. 他试着贴近对方，但每次都没成功。直到两人的位置发生了偏移，他才抓到了一个绝佳的时机。他弯腰抱住对方的后腰，用尽全力想把对方推到台阶下面。这一刻，金圣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惊恐。 아이씨, 그렇게 구분한 게 아닌데, 미친 새끼. 抱着同归于尽的念头，两个人一起滚下了台阶。 这早就不是简单的以牙还牙了，而是一个被压抑了太久的人格，在这次绝境中发出的呐喊。从一个唯唯诺诺的老实人，硬生生被逼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我是大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